位于北京故宫内的养心殿，在历经10年的闭门修缮研究后，这片昔日皇宫内的禁地终于再次对外开放参观了。正巧2026年2月我有点空，于是便穿着明制汉服，也就是中国汉民族的服饰，来这边逛一逛，聊一些很少被人提到的历史，以及沿途看到的那些物件。大家好，我是徐工，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我们今天的旅途现在开始，以防有人不知道养心殿在哪儿，就先给各位标识一下位置。你先越过3大殿，从乾清门往西拐一个 L 型，就找到它的入口养心门了。之前很多主播都来这边拍过视频了，不过他们都是聊历史为主，而且聊的都是清代历史。实际上养心殿是始建于明代的，因为它在明代甚至清朝前中期都不怎么受重视，所以就很少有人会提到这段历史。那我们今天就先把大家很少提到的养心殿的那段明代历史补上一补。最早关于北京故宫的记载是明永乐年间文渊阁大学士杨荣的《皇都大一统赋》，这里边有一段是专门描述明故宫的，但一个字都没提养心殿，证明它在当时还没有成型。根据专家推测，当时养心殿区域的建筑群是用来充当膳房的，而养心殿这个名字则是明嘉靖年间定下来的。当时给院子重新做了修缮，这个地方距离老道皇帝嘉靖炼丹的地方很近，但嘉靖皇帝却并未因此长期住在这儿。而养心门之外的位置便是司礼监掌印秉笔太监的职房了。再往南，本该还有一套联排建筑，那个原先是膳房的本体，后来也被魏忠贤改成太监职房了。但现有的资料也并未向列位诸公解释你走了我们吃什么。关于养心殿的明代资料里外里就是这些了，清代历史很多人说过了，这里不再赘述。现在我们直接到现场，结合一些老照片，看看它现有的物件能看懂多少说多少。养心殿的入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养心门，它这边安放着一个大玉璧，是一件露天展品。这件大玉璧看着不起眼，其实它在老照片里的存在感可不低。看上边这些人就是清朝的宫女，也就是后宫佳丽，下边坐着的小孩就是末代皇帝溥仪。门前铜狮子下边写着禁止触摸文物，但狮子脑门锃亮锃亮的，看来游客并没有很听话，也没少去盘这个铜狮子。现在我们走进去，能在侧面发现一处琉璃影壁，它的侧面有个封起来的门，如今已经不能走了。而这处琉璃影壁的历史影像中，出镜人是双份的溥仪，这种分身摄影艺术在晚清就已经出现了。而院内两侧廊舞的彩绘像是重新描过的样子，观感很新。现在我们来看正殿区域，殿前有一个时至日晷，这是古人利用日影位置的变化来测量时间的一种计时仪器。太阳的影子在不同的时辰会指向表盘不同的刻度，而此处的单壁石上则有2条龙和海水江崖，但没见到2龙戏珠的那颗珠子。然后我们抬头看梁架，发现这边在关闭的10年里并没有盲目修成嘎嘎新的样子，而是维持了相对古朴的样子，说明专家在评估后认为这个状态是能撑得住的，所以不必盲目刷新，仅仅是在原船和飞船上加了一层新的彩绘，那一排方的就叫做飞船。这边补彩绘可以理解，因为出头的船子先烂。然后我们隔着保护网选一朵斗拱来细看一下，它最下方是承重的大斗，泥道中2层拱是瓜拱和腕拱，正面是一根鞘，往上斜出的是一根昂，再往上是一根蚂蚱头，蚂蚱头后方是一根横拱，两侧才各有一个三才生，他们所承托的就是挑檐方了。如今这边的人流量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你基本上可以挤得动了。现在我们先去西侧的三希堂看一看。如今这个名字的出处有一个说法，说它源于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这一句，也就是说世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能成为知天之人，意在鼓励自己进步。另一个说法则是指这边收藏了3件稀世珍宝，分别是王羲之的快雪时行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伯远帖。殿内的对联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是雍正皇帝西稿来的一副对联，原文出自魏晋时期李康的运命论。
原文是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他隔壁的小房间也是三希堂的一部分，头顶上是三希堂匾额，这个是乾隆御笔书法。这屋的小桌子上边有御笔筒和玉扇子，座位上有一件剔红漆器和一把玉如意，远处是一幅山水古画，但不能看到更多的细节。近处的古画则被反光区域盖住了，还不如远处的那幅呢。唯有一幅只露出一个边的古画，能清晰看出里边的人物是穿汉服的。然后往中间走，发现下个小房间里只有一幅古画，这里边的人物戴的是锡纸巾，将来我早晚也买上一顶。现在我们去另一侧，这边建筑没有额外的名字，就叫东暖阁，是老慈禧当年垂帘听政的地方。但是垂帘的那一侧很难拍特写，因为那边反光太严重了，几乎就看不到什么。那一侧除了帘子之外，还有珐琅制作的炉瓶三式，也就是香炉、香盒与柱瓶，这是配套的焚香器具。另一侧能看到被玻璃罩子保护起来的华丽座钟，你得放大了仔细看才能看到表盘的位置，多少有点喧宾夺主了。侧面一幅字的落款写的是潘祖荫，他就是西周大禹鼎的原主，后来他们家的后人就把这个大鼎捐给国博了。最后我们来到民间区域，也就是最中间的那个区域。现在这边的人流量远不如刚开放时那么大了，想混个观看的 C 位还是不难的。这边的核心看点毫无疑问就是头顶的金龙藻井了，它的最外圈是方形藻井，第二圈、第三圈是八角形的，第四圈才是最中间的圆形藻井。藻井内有一层斗拱，两层云形浮雕，中间的龙是一条正龙，龙口里还衔着一串灯笼状物。然后我们来看殿内的其他陈设，在殿内西侧的高处有一块咸丰11年的匾，上面的字是乾隆的诗，中间的中正人和匾是雍正御笔书法，再往下是殿内的花梨木宝座和花梨木屏风，侧面的小件是青玉香筒与青玉鹿端，它两侧的蓝色大件按照修缮资料的说法，分别是带紫檀木做的七地球和七天球。紫檀木座没什么疑问，但漆器有这个颜色的吗？可惜不能走近了看，只是暂时存疑。看完核心区域，我们跟随人流一路往后走，中途看到好多人在拍摄古建筑的眼角。那好啊，他们拍我也拍，但这个视角我确实没看出来它有什么特殊的点。现在我们走过一道小门，去看最后的看点体顺堂，这是老慈禧起的名字。沿途看到一颗很大的天然水晶，这是雍正帝摆放在这儿的，为的是自诩光明磊落、纯洁无瑕。而体顺堂内的摆件则是以钟表为主，其余的木家具看颜色像是紫檀木材质的。现场还有一把宝石如意，咱就是说清朝的那些皇帝皇后看到这样的东西就不会犯密集恐惧症吗？最后还能在桌上看到一件御茶瓶，那是我们本次旅途中的最后一个看点。至此我们就逛完了新开放的养心殿区域，它在历经10年的研究和修缮之后，总算是重新走回了我们的视野。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得知，这边在修缮的时候仍然维持了最大保护、最小干预的原则，比如现场配电屋顶的瓦片只是把那些破的没法要的瓦给更换掉了，大约是换掉了 5% 的瓦。而现场梁架上的彩绘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们并未盲目的以新盖旧，因为故宫博物院拥有足够丰富的资源，能请到更专业的人参与进来，自然就能做到更高的修缮水准。但散落在山野之中的古建筑没有这么多的资源与关注，他们能不能修缮到最佳的状态，就完全得听天由命了。也正因为此，那些散落在偏远地区的古老建筑才愈发显得弥足珍贵。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